这个杀不死的老头就是东厂的曹化纯，他苦修童子功，练成先天罡气，铜皮铁骨，即使众多江湖高手合力之下，也无法伤他分毫。曹化纯为了谋权篡位，陷害忠良，鱼肉百姓，府上更有武功高强的17太保看家护院。江湖好汉想要为民除害，也是难比登天。这个黑衣人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曹府，可见武功不凡，又是一个江湖高手。此时，曹化纯在2个丫鬟的伺候下酣酣大睡，对藏于暗处的蒙面人毫无察觉。但曹府戒备森严，蒙面人也很难有下手的机会，就连小太监送碗参茶都要搜身检查。进到屋里，贴身护卫盛起一勺闻了闻，还是不放心，让小太监自己喝了一口，才给曹化纯送过去。曹化纯睡得正香，示意小太监退下。贴身护卫见曹公公熟睡，带着丫鬟也退出了卧房。蒙面人的机会来了，修炼先天罡气必有一处罩门。他猜测曹化纯的罩门就是关元穴，趁曹化纯翻身之际刺出一剑，却不想竟被内力弹飞了出去。守卫听到声响赶来之时，蒙面人已不见踪影，3番2次的遭到暗杀。曹化纯怒不可遏，他料定刺客走不了多远，随即请出了17太保中武功最高的左云灵前来助阵。金彪在，叫14太保马上见我。知道。此时14太保左云灵正在安葬与他相依为命的沉香。沉香，你让我见你最后一面。没错，这只狗就是沉香。沉香，你入土为安吧。可怜煎猪脚，一会儿就孤零零的了。就在14太保悲痛欲绝的时候，金彪赶来传唤，激怒了14太保，飞起一根蜡烛堵住了他的嘴。得知有人刺杀曹公公，金彪才捡回一条小命。爹怎么样了？他没事吧？曹公公没事，不过他要见你。左云灵不敢耽搁，当即返回曹府。从曹化纯口中得知刺客轻功不凡，府内护卫搜遍方圆5里都没有发现刺客的踪迹。左云灵料定刺客一定藏身在府内，他看向地上的珍珠，随即打了个直响。珍珠领令，开始闻着气味追踪刺客。珍珠在房里走了一圈，坐在地上望向屋顶，果然刺客就悬于房梁之上。左云灵接过护卫的长刀，将蒙面人射杀。护卫在蒙面人身上搜出一面令牌，交给曹化纯。这个是大内进宫的通行令。看样子这个人的武功也应该是大内进宫的密功。曹化纯推测，皇宫内有胆量刺杀自己的只有昭仁公主，这个在贵院池沐浴的就是2公主昭仁。曹化纯果然很难对付。不出曹化纯所料，行刺的正是昭仁公主。昭仁这小丫头，自小就喜欢舞刀弄枪，也曾拜名师，学得一身好武，而且跟随她的丫头个个都行。曹化纯觉得对付昭仁应该从长计议，不可轻举妄动。可左云灵却不把他放在眼里，他觉得昭仁公主空有一身好武功，但有勇无谋，不足为患。在皇宫内还有一个人比昭仁公主可怕10倍。我们应该集中力量对付他。你是说长平公主？这个在御书房审阅科举试卷的人，就是让曹化纯闻名色变的长平公主。以道德功利为化者，乃为之王矣；以道德功利之教者，乃为之帝矣；以道德功利为化者，乃为之王矣；以道德功利之教者，乃为之帝矣。这个才貌双全的女子就是长平公主。她在审阅科举试卷时，在落款处发现2片墨汁，这样的试卷实在有辱科举考试的尊严。主考官周忠觉得试卷上虽然撒上了墨汁，但也很难遮掩文章的光彩，所以才连同7位主考官冒死举荐。闻言，公主当即传唤考生周世显，她要见见这个7人联名举荐的奇才。果然相貌堂堂，仪表不凡。公主质问周世显：科举考试这么重要的事，你都如此
此大义，可见你平时处事也一无可取，你不如就回家种地吧。可周世显表示，他并不是一时大意。周世显认为，试卷上的墨汁影响到文章是小事，有些墨汁影响到国家和百姓的安危才是大事。公主听出周世显是言中有意，周世显直言，奸臣的墨汁扰乱朝纲，以致国运日衰，朝廷上的墨汁才是引致大明内忧外患的根源。公主怒喝周世显住口，胆敢批评朝政，你可知道哀家可以随时治你的罪？不想周世显更加放肆，所谓明君量才为用，昏君诛才为法。公主希望皇上成为一位明君呢，或是一位昏君？这下彻底激怒了长平公主，你竟敢这种态度和我说话，就要将周世显交给刑部处置。周中一再求情，公主才免了周世显的死罪。看来周世显这次是前途尽毁了。不想公主竟将周世显的试卷呈给了父皇查看，皇上也连连称赞周世显的文采，只是他为人不够谨慎，难成大事。可长平公主认为周世显忠肝义胆，是个难得的人才。既然公主极力举荐，皇上恩准周世显为状元。次日早朝，长平公主钦点周世显为状元。就在处理完朝事要退朝之时，曹化纯手下来报，曹公公有事启奏。不过曹公公还在用膳，请皇上稍等片刻。文武百官就这样等着，曹化纯不来，没人敢退朝。此时14太保左云林正小心翼翼地为曹化纯奉上参汤。爹，请喝参汤。曹化纯缓缓起身喝下参汤，左云林叮嘱他到上朝的时间了。可曹化纯抻了个懒腰，觉得还没睡够，要再睡一觉。就这样，曹化纯睡醒了，才走入朝堂。皇上询问曹公公有何事启奏，曹化纯回禀，昨晚府上有刺客潜入，意图行刺奴才。皇上让曹公公放心，他一定会查出幕后主使，给曹化纯一个交代。不必让皇上操心了，奴才已查明幕后主使是谁。曹化纯将这件事栽赃到南京兵部尚书石可法的头上，向皇上请旨诛杀石可法。这时周世显打断了曹化纯，史大人为人光明磊落，何况他身在南京，怎么会派人来行刺你呢？周世显让曹化纯拿出真凭实据，不要错杀了忠良。曹化纯大怒，奏请皇上。周世显出言不逊，理应问斩。还不等皇上回话，曹化纯就命人把周世显拉出去斩首。皇上，不杀奸臣，只杀忠良，只怕国家迟早不保啊！曹化纯怒道：“周世显目中无君，立刻处斩！”朝中大臣纷纷为周世显求情，可长平公主却表示：“曹公公说的对，周世显在大殿上目中无人，一定要问罪。如果斩了他，太便宜他了，不如把他押入天牢，慢慢折磨。”公主这么做，曹化纯无话可说，也只能领旨将周世显关进大牢。但曹化纯不会轻易放过石可法，向皇上请旨赐死石可法。不想长平公主竟一口答应了曹化纯。古语云：杀人者死，主谋杀人者更应该死。公主应允了，皇上只好下旨让曹化纯赶往南京赐死石可法。傍晚，皇上不解，石可法忠心耿耿，长平为什么要将其赐死？原来长平料定曹化纯不会放过杀石可法的机会，一定会派武功最高的14太保左云林前去。长平下这道圣旨，就是想把左云林调离京师，这样他们就有机会除掉曹化纯了。原来如此。长平又让父皇派人连夜将免死铁券送给石可法，这样左云林到了南京也拿史大人没有办法了。长平真是足智多谋，曹化纯派人刺杀周世显也在他意料当中。周世显师承武当派，武功自然不凡，将刺客一一解决。次日，公主便将其救出天牢。果然，曹化纯势必除掉石可法，派出了14太保左云林前往南京传旨，却不想左云林南京一行将遇到他命中的克星袁崇焕之子中原桃花剑袁若飞。男人在竹邸内养了一条青蛇作为杀人武器，中招之人活不过2个时辰。这日，他在帮青蛇觅食，发现了一家鸟店。走进鸟店，男人开心不已，想不到这家鸟店卖的都是天下名种。就在这时，老板拿着一只盖着红布的鸟笼走了进来。男人一眼看出这只鸟不是凡品，请问可以借你的鸟给我看看吗？老板见都是爱鸟之人，欣然同意。男人称赞道：“真是难得的奇珍。”老板直言：“这可是产自桂林的相思鸟。”男人坐下，一副爱不释手的样子，恳求老板将鸟卖给他。我一定会好好对待它的。老板犹豫再三，见男人也是诚心一片，就答应了卖给他。男人出手阔气，当即命手下奉上10两黄金。可很快，男人就让老板后悔莫及。小青啊，
你今天还没吃早点，肚子一定很饿吧？原来男人就是大太监曹化淳手下的头号杀神左云林。老板的相思鸟就这样成了小青的早餐。老板痛心不已，拉住左云林：“你太残忍了！”手下将其拦住：“这只鸟我们少爷已经买了，你不要啰嗦。”不想老板一句断子绝孙，竟骂到了左云林的痛处。左云林上前又让小青饱餐了一顿。三人回到住处，心情舒畅，小青终于吃饱了。金彪，你给我好好的服侍青儿。是。我也想知道金彪是怎么服侍青儿的。清晨，左云林不忘政事，这次来南京的目的就是赐死兵部尚书石可法。皇帝诏曰：石可法结党谋反，已查明属实，理应处斩。但念其为朝廷立下汗马功劳，赐予全师，以毒酒伏法。石可法接过圣旨，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就在他端起酒杯要一饮而尽之时，一个黄发小孩破窗而入，一脚踢翻了毒酒。小孩一脸嬉笑，根本不把左云林放在眼里。左云林心狠手辣，随手就放出了小青，不想被一把纸扇接住。来人一身白衣，气宇不凡。左云林示意金彪、银彪将其拿下，主仆指出一招，两人就人仰马翻。左云林迎面而上，不想白衣少年把一把纸扇使得出神入化，左云林处处受制，接连败退。段儿上剑。白衣少年亮出兵刃，左云林从这把五棱剑猜出了来人身份，缓步上前，放弃了抵抗。你不想还手？刚才兄台用膳，我已经处于下风。左云林这个小人，他自知袁若飞的五棱剑一旦出鞘，自己难逃一死，便主动弃掉兵刃认输。袁若飞收剑入鞘，称赞左云林真是聪明，知道我中原桃花剑从来不杀手无寸铁的人。见得以保命，左云林当即撤退，转身之际露出一副阴狠的面孔。左云林离去，石可法仍然顽固不化，斥责袁若飞：“你这样公然违抗圣旨，是陷我于不忠。”说着就要拔剑自刎，袁若飞将其拦住：“史大人，你镇守边关，精忠报国，皇上为什么要置你于死地？”果然，两人谈话之际，皇上的第二道圣旨到了，赐给石可法免死铁券，用于对付左云林的第一道圣旨。公公向史大人表示歉意，在赶来的路上被左云林拦截，以致免死铁券晚到了1个时辰。彼时，左云林回到住处，金彪不解：“刚才为什么要认输？要不是你拦着，我们兄弟废了他。”左云林呵斥两人看不出眉眼高低，他就是中原桃花剑袁若飞。现在名冠天下的有2大高手，第一就是中原桃花剑袁若飞，另一个就是李自成的手下大将陕西大环刀刘宗敏。袁若飞的五棱剑专点人的死穴，剑身只要刺入半分就能置人于死地，而伤口只有几滴血珠，状若桃花，故名桃花剑。而袁若飞的剑童武功也是不凡，自小在狼窟长大，是个狼人，不但身手敏捷，而且能预知吉凶。彼时，袁若飞拜别了石可法，赶往京城。当年，袁若飞的父亲袁崇焕将军被曹化淳陷害，惨遭凌迟之刑。袁若飞此行的目的就是为父报仇。那专点死穴的五棱剑，能否战胜曹化淳刀枪不入的先天罡气？